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都是演消防员，把黄景瑜、杨洋、龚俊放一起对比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终于，期盼已久的电视剧《他从火光中走来》开播了。这部剧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，讨论度极高。首播当天，它的热度迅速突破8000，多次登上热搜榜。这个成绩实在令人称赞，无可否认。剧中，黄景瑜扮演的男主角林路潇是一个充满正直和热血的消防员，他具备着极强的责任感。作为一名站长，他对下属关心备至，尽职尽责。黄景瑜在诠释这个角色时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他的演技自然流畅，举重若轻。他在地震后带领队员救人。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脸上脏兮兮的，毫无偶像包袱。举个例子来说明，黄景瑜在塑造角色时表现得非常自然随性，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。他的吃饭、睡觉姿势都显得毫不做作，而且动作敏捷，完全没有演戏的痕迹，仿佛真的是身经百战的职业者。他的角色形象也十分充实。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例如，当得知队员违反命令进行私自行动时，他会关心队员的身体状况，并同时强调事情的严重性，而不是冷漠的大声责备。这位站长非常关心他的队员，当得知他们因为吃外卖而受到议论时，他提议建立一个补给站，以保障他们的需求。每当有新人报到时，林路潇都会为他们举办欢迎仪式，让他们感受到团队的温暖。在演出过程中，黄景瑜表现得很放松，他的眉眼中洋溢着笑容，通过生动的表演将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林路潇得知辛苦劝说的人是于其磊，因为家庭原因想要离开时，并不打算阻拦。他认为消防员也是人，同样需要生活，所以无论对方做出怎样的决定，他都会给予支持和祝福。在整个表演过程中，黄景瑜的眼神显示出情绪复杂，既有不舍又有期盼之情。黄景瑜在他从火光中开播后展现出了流畅自然、生动细腻的演技，因此收到了众多赞誉。众所周知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涉及消防员题材的影视剧数量相当可观，因此无法避免地引发了观众们的比较。即使他们都是演消防员这个角色，每位演员之间的表现差异仍然十分明显。杨洋的演技被群嘲，因为他的表演显得刻意而油腻。最近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在网络上非常流行，但他被人嘲笑得很厉害。无论是演员表现还是剧情发展，从演技到角色设定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。杨洋在饰演男主宋燕这个角色时，尤其引人注目。他扮演一个消防员站长的人设，他的表现总是让人感觉有些刻意，仿佛为了演戏而演戏。他经常会突出下巴线条，一直摆弄着酷帅的姿态。举个例子，就连喝水时，杨洋也会特意挑选好角度，仿佛在模仿那位风靡一时的方头名油腻男。杨洋的整部剧中，他频繁皱眉，这对观众来说可能会影响观感。作为一名消防员，偶尔皱眉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这可以表达生气、失望、伤心等多种情绪。然而，杨洋在演技上过于依赖皱眉来表达情感，这样的表演方式显得有些单调。杨洋的演技不仅如此，也显得相当肤浅。举例来说，当他带着女主角回到舅妈家时，看见2床被子后，他扶额苦笑的动作显得多余又刻意。杨洋的表演令人惊讶的是，除了过分刻意和油腻外，还显得非常拘束。他背负着沉重的偶像包袱，时刻必须保持完美无瑕。甚至在睡觉时，他也要使身体保持笔直。
这种表演方式完全与现实生活脱节。消防员辛苦工作，谁会像他那样睡觉呢？宋焰的演技不佳，加上他的人设也有问题，经常会生气并大声怒吼。举个例子，当他得知导演要离开时，完全没有考虑对方的困难，只是生气地责骂对方想要逃避责任。说实话，男主角的人设真是自私又暴躁，所以被大家嘲笑也不冤枉。杨洋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后，就一直遭受嘲笑的指责。现在，随着他从火光中走来的上映，黄景瑜的加入更加凸显了杨洋受到的嘲讽声音。龚俊在台词方面表现不佳。你好，火焰蓝和我的人间烟火这两部电视剧有一些相似之处，男主角分别是消防员，女主角则是医生。与杨洋不同的是，龚俊在表演时没有过多强调出帅气的皱眉动作，但他的演技也有所欠缺，台词表达欠妥，说话平淡无味，缺乏情感表达。霍言是消防站副站长，他在剧中首次登场就碰到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。这起事故中，一位孕妇被困在车内无法脱身，霍言立即奔向事故现场，与医生燕兰通过对讲机合作，成功的解救了孕妇。燕兰对男主产生了好感，因为一件事情，尽管他们还没有见面，但她迷上了男主悦耳的声音。之后，燕兰多次陷入危险，每次都是男主所在的消防队最先赶到，并成功救了她。于是，两人的情感渐渐萌芽。说实话，这部戏可以说是一部以职业为背景的恋爱剧，主要讲述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恋爱故事。男主角作为消防员副站长，平时工作时间相对较少，不太接触现实生活，而且他在救人的时候脸上竟然保持得如此干净，这种拍摄手法有些虚假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场景，女主的头被卡住了。男主作为一名消防员，并没有立即救人，而是面带笑容地问他是怎么卡住的。因此，观众们对此表示质疑，认为这是在侮辱消防员。情节设置过于荒诞离奇，而且慢镜头的运用也过多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这部剧已经完整的播放了，但是只得到了5.1分的评分，从演技到剧情都受到了全面的批评和讽刺。陈伟霆的表演过于模式化，与之前的几部戏剧有所不同。这部剧讲述了消防员和记者之间的故事，但是它仍然保持了相同的主题，成为一部披着爱情外衣的剧作。男主角靳时川由陈伟霆饰演，他常常皱起眉头，有些与杨洋相似之处，但他的举止没有杨洋那样端庄。男主的配音没有和角色融为一体，有些让人感到不自然。陈伟霆的演技整体来说一般般，他的表演比较刻板，并不算出类拔萃。在剧中，男主曾在10年前拯救了女主，并定下了一个名为10年之约的承诺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女主成为一名记者兼训犬师。当她与男主再次相遇后，他经常以各种时机和场合去调情她，这种行为显得有些愚蠢。男主和队员刚刚完成了一场火灾的救援任务，女主和同事却闯入现场添乱。他们为了拯救摄影机，毫不考虑常识的直接冲进了警戒线。男主在火焰熊熊燃烧的背景下，急忙取来一件斗篷，将其披在他和女主的头上。即便面临如此危险的境地，导演仍然巧妙运用慢镜头，进一步凸显两人间深情的对视。这种过度使用工业糖精简直过分了。任嘉伦的表情异常夸张，眉毛紧锁，眼睛四处游离。在电视剧《蓝焰突击》中，男主角李熙成由任嘉伦饰演，他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男主角。尽管在前期存在一些缺点，但这并不足为怪。然而，他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缺点，更涉及到人品的方面。
李希成刚一到饭店，就目睹了火灾的发生。他在楼层之间快速穿梭，最终找到了一根绳子，并用它将几位高大健壮的厨师成功地拉下来。这种凭借绳索徒手拉下壮汉的情景实在有些惊险。李希的行为实在匪夷所思。由于饭店老板欠债不还，他竟然故意将其吊在2楼，然后断开绳索，导致老板从楼上坠落。幸好女主及时赶到，并用垫子接住了他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男主对生命如此轻慢，着实让人感到震惊。男主随后成为了一位救火英雄，被消防队的站长发现并鼓励他加入。于是，男主加入了消防队，剧情也变得越来越匪夷所思。作为一名消防员，男主竟然希望发生紧急事件，否则每天过得太过无聊，与度假没有什么区别。这难道不是在侮辱消防员吗？明明平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果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不祥之口居然应验了。当警报响起时，男主角竟然开心地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。除了人设问题，任嘉伦的表演风格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他经常夸张地挤眉弄眼，表情、五官、动作杂乱无章，给人油腻的感觉。举个例子，当他听说好兄弟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并且这个朋友还被姐姐欺负时，男主角竟然说出应该好好享受才是的台词。再配上他那种表情，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。黄晓明的表演令人动容，演技自然流畅。尽管黄晓明常因扮演霸总而遭到嘲讽，但实际上他确实具备演技。在《烈火英雄》中，他饰演的中队长江立伟是一个英勇的英雄，在拯救人们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在电影中，发生了油罐爆炸并迅速蔓延的火势，江立伟和他的队员们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作战。他骗着队员们说要一起离开，但实际上他独自留下来去关闭阀门。当队员们离开时，他向他们挥手告别，并没有说任何话，但是他的眼泪却流个不停。最终，他颤抖着用双手触摸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。黄晓明的表情和动作充满了思念和不舍之情，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共情能力。黄晓明和黄景瑜在扮演消防员角色方面非常出色，引人深思且备受赞誉，给其他演员带来了很好的启示。与之相比，杨洋和任嘉伦等演员的表演还有待提高，毕竟扮演消防员并非人人都能驾驭的了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